1964年，96原子弹试验成功。老讲心就凉了。赫鲁雪夫向美国提议，美苏两国对中国宣战摧毁中国原子弹。1967年，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谁都拿中国没办法。1971年，东方红1号发射，中国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国际格局改变了。2758号决议文产生，很多国家说，原来我的核子不是梦，给世界多元化留下一条脉络。你想知道今天中美之争的格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首先，两弹一星有很多快速的进程啊，而且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1958年援助才来，到了1964年，据说就已经成功了。其实中国大陆原子弹的发展，或者说两弹一星的发展，始终还在推进。在苏联的专家撤退之后，这一点是让美国跟苏联最感到震惊的一件事。当然，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专家学者持续接手这些工作，努力下去，很快的各式各样的成果就逐渐在60年代展现出来。首先，第一个是1960年11月5号，第一枚中国自制的弹道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当时是模仿苏联地对地的近程的导弹。但这个导弹它的基本构造就是延续我们刚前面讲 R2 嘛，虽然说是技术上的一个延续，但对中国来讲这是零的突破啊。等到1964年的6月29号，中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东风2号火箭就在酒泉发射场正式发射成功，而且顺利的命中目标。这可以说是中国东风导弹就正式横空出世了。这对中国来讲，对全世界来讲，应该都是一件大事啊。另外就是所谓的596计划的完成，596它是为了纪念1959年的6月，就苏联开始逐步的停止对中国原子弹技术的增援，就故意把这个计划称作叫596嘛，就是大家要记住，对不对？别人随时有可能不管我们的啊，那我们就要靠自己啊。代号596原子弹就在1964年的10月16号，在罗布泊的原子弹试验场正式试验成功了。这爆炸成功的消息传出之后，震撼全世界。告诉各位，当时的赫鲁雪夫跟美国总统甘乃迪都深受刺激，甚至赫鲁雪夫还向美国提议过，要不美苏两国就对中国宣战好了，把中国原子弹摧毁，就不能够让中国有原子弹，有原子弹以后我们就拿这个9亿人的大国没办法了，对不对？你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刺激有多大哦。这也宣告中国成为世界第5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哦。对，也宣告非白种人开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白种人的垄断就可以说到此结束了。另外比较重要就是两弹结合，在1966年的10月27号，中国把装有核弹头的东风2号导弹成功发射，并且爆炸成功。各位，这一次的实验成功就宣告中国开始有了投射能，以后各国都要接受中国战略上的一些威吓啊。各位，你不要小看把核弹头小型化装到火箭上是一门大技术很多国家很早就有核弹，但是他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装到它的导弹上面，恐怕就很难说了啊。另外就1967年的6月17号，中国第一枚氢弹在空中爆炸成功，这件事让苏联又大感震惊了，因为氢弹的杀伤力是比当时的原子弹来讲更大，而且请记住，这时候美国跟苏联的氢弹都没有多久中国竟然就试爆成功了而且他在第6次的核试验当中引爆了自行研发类似美国的泰勒乌拉姆构型的多级热核炸弹，就所谓的氢弹。那第一次引爆裂变弹的相距只有32个，就是它跟它的原子弹试爆只差32个月。各位，这是所有目前拥有的核弹国家当中最快的一个，它引爆核弹的当量331万吨。各位，331万吨大概是当年美国投在广岛原子弹的威力100倍，当然现在有更大的但以当时来讲是非常吓人的，所以人类老是搞这些奇怪的东西，对哈。另外，它还实现了核分裂到核融合武器发展过程最快的一个记录哈。另外，在1969年，它也完成了第一次地下核试。我们可以说，整个60年代是中国的核弹技术的爆发年代。从1964年到1969年，短短5年各位，这些都还好啊。到了1971年4月24号，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这件事情当时也是造成很大的震撼，因为这代表中国大陆可以很精准的把它的火箭打到它要的轨道上面。这件事情就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告诉基辛格表示说，未来中国是一个不可约制的国家，谁都拿中国没办法了。中国在核武器的战略上从此之后立于不败之地。另外就是它的人造卫星技术也发展的相当快，1975年第一颗回收式的卫星
尖兵1号就发射成功了中国成为美国跟苏联之后第3个掌握轨道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我告诉各位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长征火箭跟它的人造卫星就开始帮别的国家进行商业发射，这个比苏联还厉害，中国是第2个，甚至跟欧洲的伽利略火箭商业营运的时间几乎是一样。你可以知道中国在这种航太技术上发展也是非常惊人。整个60、70年代，中国大陆虽然说是文革时期没有错，但是中国大陆在核武导弹航天科技上面却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我们可以说，中国开始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开始有战略威慑能力，就在这时候所奠定。我想当然的威胁最大的大概是老蒋，因为1964年爆炸之后，老蒋心就凉了，很快1965年的内部会议里面呢，直接就说，哎呀，反攻大陆已无望所以就逐步的交权给他的儿子蒋经国你去发展吧。所以他事实上也改变了台湾命运只是台湾人现在对这一块的讨论并不甚多啦，因为我们台湾常年实施反共教育的关系嘛，所以其实对于对岸的很多技术都是说用偷的，仿照自美国、苏联，或者是陈学生也是偷 NASA 的技术等等。事实上，它的自主性的内容是非常高的，这个才有办法去解释说为什么中国崛起之后，中国有钱了嘛？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这几年军事工业发展的这么的迅速？就是因为有这些专家的底子，他把它奠基下来。你可以看到，它历史从1960年代开始就是全面自主发展。那美国是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中国的军事科技的出口制裁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其实这就是中国近年来军事科技的底气嘛。那这个底气，你如果没有回到我们今天去探讨所谓2弹1星的历史的时候，事实上很多人是没办法理解的，而且会继续说反正就是抄的，反正就是复制的。但是你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它的底气就是摆在那里所以我们做一点延伸1964年首枚原子弹的爆炸就震撼全世界，它翻转了世人对于什么叫列强的格局嘛。日本人是把自己变成东方的白人，脱亚入欧变成列强，而中国则是站在亚洲原地，我就是列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呢，西方大规模垄断毁灭性武器的格局就正式结束了，那威慑世界的能力明显下降，而且还有一个重点从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很多国家说，哎呀，原来我的核子不是梦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远远超过核不扩散条约所规范的那些嘛。比如最有名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2位兄弟又是世仇印度跟巴基斯坦两边都有核武器嘛，而且也都有投射能力嘛。虽然说它的投射能力不是非常的强，但是足以威慑区域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改变再来，中国世界上你不能说它是第3级，但它绝对是相当重要的力量，即便是在冷战的架构下，给世界的多元化留下了一条脉络，而这个脉络到今天世界的多极化或多元化的发展就非常明显了嘛。那另外呢，中国成为联合国5常，尽管在这个时候1949年到1971年外交或者是国际主权法人的方面呢，依然还停留在中华民国，也就是中华民国来出任在联合国当中中国的5常的代表席次。但是呢，也因为2弹1星的成功，你看1970年东方红射上去没多久，1971年打乒乓外交，1972年驱除蒋介石及其非法代表，这我们讲过很多次嘛，2758号决议文就产生了嘛。国际格局改变了这也是让美国既然他动不了中国，那就只好把中国争取到自己这边来，跟苏联做对抗嘛，所以叫联中制苏嘛。那如果没有这个2弹1星，就没有联中制苏，没有联中制苏就没有中美的一个友好合作，没有中美的友好合作，到了1990年代后冷战时期，就不可能出现所谓美国给予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嘛，它就是一连串的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当然了，2000年的恐攻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里面要有一些积淀的存在再来，我们就必须讲，这付出的代价是极为巨大苛刻的可是它对历史的影响跟改变是极为深远的，而且影响知道今天的中美之争的格局，中国的底气在哪里。我认为2弹1星在历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进程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这个也是大家尤其在台湾比较少被看见的了。